等到风雨停歇，就是我们快要见面的时刻。这是第几个被黑鼠组织暗杀的报刊委员会主编了？他们的主编现在还有活人吗？听说还剩一个叫山姆的，运气好藏起来没有被发现。黑市现在正在到处悬赏他的信息呢。依我看，我们英明勇敢的治安队是拿这些极端恶徒一点办法都没有。想想近几年的糟糕治安，哦，我可怜的女儿，她几乎要忘记弗朗士夜晚的大街长什么样子了。没办法，战火清洗后的弗朗士早就不是当年的样貌了。唉，如果咱们弗朗士的英雄，自由时事评论员天平还活着就好了，可惜。半年前那场抓捕黑鼠的行动出了意外，闹得满城轰动。据说，天平只是暗中配合治安队的计划，结果治安队没抓到最关键的头目，还让天平出了事。天平的死真是太令人遗憾了。瞧瞧这些绝望的新闻，没有天平在，我们的正义由谁来伸张呢？小心！真是很抱歉，这位小姐，我那不长眼的司机刹车的时候打滑，差点撞到你。你没事吧？
这位小姐，我叫比尔。看你伤得不轻，走吧，我带你去找个医生。比尔，你可不要怠慢了我的客人。毕竟，这是我的底线。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最近天气阴晴不定，淋了雨，恐怕会让心情更糟糕。下次见面，可不要忘记带伞。不介意的话，和我共撑一把伞吧，怎么样？不用害怕，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绝非趁火打劫的歹徒。坎坷，也是一种磨练。经历风雨的蔷薇花，有它独特的魅力。这就是你的底线。他居然是你左然的客人，什么时候的事？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现在我要带他离开了。怎么了？还是说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既然他是你左然的客人，是不是误会就不重要了。那就祝你们交易愉快。跟我来，这里谈生意不方便。用这个吧。
瞧瞧，多么稀奇！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左然这么主动关心别人呢。翟星，他是我的客人。你的客人数不胜数，我倒是只见过你对他一个人如此特殊。眼睛所见，并不一定是事实。客人感冒会影响状态，状态不好会影响生意。现在不急。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左然，是一名情报商。翟星是助手，不用避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交易，为了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有些话我需要先讲清楚。与我交易，有2件事不可触碰。一是底线，2是原则。我决定接下的生意不能随便被其他客人破坏，这是底线。而我的原则，则是在交易并未完成期间，客人之间互不侵犯彼此的生命安全。否则我有权利结束未完成的交易，当然，报酬要付双倍。希望如此。毕竟你能透过层层探访、暗中调查，最终得到我的联络方式。某种角度上讲，你的水平不错，是值得进行交易的人选。那么我们进入正题。你想知道什么情报，以及打算用什么交换？这还真是奇怪的问题，请允许我这样形容。要知道，弗朗市几乎无人不知，天平早已死在了半年前那场抓捕黑鼠的行动中。而你千方百计找我，却是要交易这样一条几乎毫无疑义的情报。我能问问为什么吗？你的话听上去让我觉得，你好像很了解天平。天平是你什么人？为什么你这么在乎他的生死，甚至提出想配合行动？你说什么？哦，女朋友？你是他的女朋友，我没听错吧？
抱歉，这实在令人震惊。毕竟，根据我的情报，天平并没有女朋友，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来进行交易，恐怕行不通。有些情报并不需要认识。没想到，你居然是有备而来。这个情报的确很有交易的价值。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天平的确已经死了。等等，最近你多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贸然行动。蹲下！跟我来。没时间解释，他们很快就会追来。配合我演戏，骗过他们，你才有活命的机会。哦，这还真是巧了。尊敬的佐然先生，请问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的交易应该已经结束了，
既然如此，就请不要妨碍我们的任务。如果交易已经结束，我何必多此一举追过来？哦，那我倒是想听听，究竟他有什么交易还没结束？这就关系到我的私事了。他要向我还清欠下的债务，交易才算完成。左然，别太高估自己。有些事不止情报商能查到，我们也可以。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跟你没什么关系的评论员，究竟能欠你什么债？不如这样，双方各退一步，我可以和你再做个交易。他欠你的债我们来还，而你把他交给我们，怎么样？怕了？刚刚怎么不知道怕？还想跑吗？那这个交易恐怕做不成。什么意思？他欠我的债，你们可还不起。不，恐怕整个弗朗市也没人能还得起，因为他欠了我一笔很大的情债。配合我，装作我们在亲吻的样子。或许，我们应该回去再继续。这可真是没想到。行，那就这样。既然这是你左然的女人，就请你管好她，别让她在外面再惹事。否则，左然先生，如果我们任务过程中不小心走火，恐怕负不了责任。刚刚有些冒犯了，抱歉。但如果不这么做，他们不会轻易离开。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啊，我说某人怎么刚刚忽然甩下一句“不对，他有危险”，然后什么都不解释，就急忙冲出去了。上帝作证，原来他是去英雄救美了。不过，你们两人这是发生了什么？怎么好像气氛都不一样了？哦，都是这种反应，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让人脸红心跳的事。
其实，天平还活着。但是他不方便出面，我是他的合作对象，我们算是朋友。而之前我没有如实告诉你，都是为了，考验。对，没错，为了考验你。看来你已经感觉到了。一开始你毫无顾忌，直接提到了已经死了半年的天平，这很难不让我心生怀疑。我不确定你是不是黑鼠派来的人，想对我使诈，或是想套取其他情报，所以我没有轻易相信你。你离开之后，我忽然意识到，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那你今晚落单，黑鼠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我赶了出去，正好看到他们对你下杀手，也印证了我的猜测。幸好，我来得及救你。我知道。对。不过根据我的接触和观察，他只能算是组织的一个小人物。你的反应很敏锐。没错。你真的很在乎天平。不，我以及我代表天平给你的建议是，不要再参与这件事了，更不要再调查跟黑鼠有关的事，平时的出行也……你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也确实找不出其他理由拒绝你。他还有别的事，我们一起行动就好。小姐你好，以及这位先生，斯沃德。斯沃德先生。闲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好，好。没关系，这样我也能放心。那我们就彼此坦诚些，你们肯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你们先开始吧。我们曾查探过，当初参与抓捕黑鼠计划的几方，不只有报刊委员会，但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追杀你们？
甚至不愿放过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只因为你们放任各大媒体发布天平的揭露报道，恐怕并不足以让他们这么极端。这是我一直保管的，里面是关于黑鼠组织内部的各项资料，包括人员、资金、合作文件等等。这就是黑鼠追杀我们的原因，他们一直在找这个。当我听到黑鼠头目潜逃的消息，我就有预感，他们为了除掉后患，早晚会追杀到我头上。没错，小姐。当我发现除了已死的天平，居然还有人敢冒着危险继续调查，我就得想办法联络了。而这也是我决定与你们见面的原因。我请求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我。我真的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每天夜晚不敢睡，白天有任何动静都要提心吊胆，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啊？既然如此，保险起见，我需要再问你一个问题。当然可以，随便问，问什么我都会回答。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文件，你不交给治安队，寻求他们的保护？哼，治安队？提起这个，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我根本不相信什么治安队。抱歉，两位，我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这么说吧，如果治安队有能力为我们提供帮助，那为什么那些主编，我可怜的老友们，明明就是在治安队的保护之下，还能被暗杀身亡？所以，我根本就不相信弗朗西的治安队了。我不想死，文件我不能交给任何人。只要他们在我的手里，就能保我的命。现在我谁都不信，我只能拜托你们，能帮助我的就只有你们了。我恳求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如果是这样，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完成你的请求。真的吗？请告诉我是什么？既然黑鼠在追杀你，你又不想过这种躲躲藏藏的生活，不如我们干脆换种思路，利用他们想得知的消息，反过来对付他们。我忘了告诉你，其实比尔跟我的交易，就是关于山姆的消息。总之，我们会制定一个谨慎的计划，通过散播你的消息，故意引黑鼠上钩。好啊，那我需要做些什么？你的话，只要到时候全力配合我们，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足够。不过你放心，在计划开始前和开始后，我都会找人保护你的安全。
好的，那就拜托你们了，真的万分感谢。我还不困，你怎么醒了？没什么，我只是习惯在计划开始前，将所有的细节在脑海中模拟一遍。一边看着雨，一边思索，这样更能让我冷静，保持清醒的状态。不，其实我不喜欢雨，不喜欢下雨天，更不喜欢接触雨水。不过我还可以忍受。弗朗士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只要经常带伞，就不会被雨淋到。雨天总是让人心情格外沉重。弗朗士经常下雨。我却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习惯它，因为我总觉得，那些无故承受不公、遭受苦难的人们，如果有什么天气能形容，恐怕只有雨天。我见过很多人，了解、调查过很多关于他们的事。每当得知他们的悲惨命运时，我就总会觉得，好像是亲眼目睹了他们心中那场无处诉苦的哀痛之雨。他们本不该有那样的遭遇，这并非同情或怜悯，而是基于事实。然而，也正是雨天的这份沉重，让我可以更清醒。每当我看着雨，心中就会警醒自己，不要忘了曾经的理想。我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跟天平成为朋友，并一起合作的原因。毕竟我们有着相似的理想。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你为什么对天平评价那么高，还那么在乎他？虽然他被弗朗士的人们称作什么英雄，但如果他真那么出色，就不会让黑鼠的隐藏头目逃走，甚至导致更多的人被暗杀了。
很多年前？如果方便，可以详细说说吗？我很想听。我想你说的对，天平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只要不公与黑暗通过他的调查报道而得到伸张，真正有所改变，那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也是他应该做的。如果天平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和他拥有如此相似的理想，甚至不约而同调查了同一件事，处在了同一节点上。如果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孤独一人在行动，我觉得他应该也会非常开心。好，我会告诉他。哪怕为此隐瞒真实身份，哪怕改变立场。紧张吗？啊，把我们逼到需要隐藏身份的程度，也是一言难尽。这次可不能让黑鼠那些家伙再逃走了。待会儿我得先在外面盯着了，你记得小心点，有事就躲左然后面。怎么了？我总觉得来的路上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不用担心，你们就照常进行采访。有什么动静不要理会，全力配合我们，不会让你出事的。
家人，我有个可怜的正在受苦的小儿子，希望他不会出事。是，再怎么说，我也要为儿子着想。离开，也要离得开啊。如果我早点联络上你们，或许今天都会不一样。但是，太晚了。我不想死在这里，我的儿子还在黑叔的手里，我死了，他怎么办？你们没有胜算的，黑叔会放过我和我儿子，只要你们死了。如果你再不松手，没事吧？翟星，上面是黑鼠对付我们的圈套，快拦住他！还有，计划变更为 B， 等会儿掩护我们。好。啊，等等，你认真的？走吧，等出去找安全的地方说。黑鼠甚至想反过来将我们一网打尽，恐怕等会儿列车就要爆炸了。为什么你按照约定，我还要杀了你？因为我这人从来不守约定啊，蠢货！那我儿子，至少我儿子……你快去死，你们就能在死神的怀抱中见面了，蠢货！你这个魔鬼！他才是真正的头目，他才……不要看，不要听，什么都不要想，只跟着我走。你还好吗？抱歉，刚刚应该更快把你带走的。
这是保险箱的密码。当时山姆提到他儿子，没想到黑鼠居然早就找到了他，还以他儿子为要挟，对我们设局。山姆对黑鼠来说，只是反过来调出我们的工具。只是我万万没想到，所有推测当中概率最小的事情居然发生了。比尔，那个黑鼠的隐藏头目，居然也利用了双重身份这一点，就在我的眼前。对，不过这都是因为那一晚与你的对话。我原本还以为是自己太多疑了。哦，不用担心，我们等。我没事，但是我们又有人牺牲了，那群该死的混蛋。事已至此，往前走吧。对了，保险箱的密码怎么办？这可真是……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按照你说的备齐了，但你真的要？你如果想要让这些年的一切牺牲都白费掉，就尽管阻止我。接下来不要出声，我们走暗道，然后迅速去另一个站台搭另一趟列车，到了那边就安全了。去旁边的贝克城，黑鼠的势力还未染指的城市，去了那边也会有人接应。你们聊吧，我先上去了。快回去，列车就要开了。我必须留下，必须回去。只有我才能让黑鼠的人以为，刚刚的消失只是短暂躲避，而不是找到了新的办法。我会跟治安队一起拖延时间，为你们争取机会，否则他们会更加极端，到贝克城去追杀你们。哦，保险箱里的文件可以作为有力证据。翟青会跟贝克城的治安队沟通，可以调派更多人手过来。
因为当初抓捕黑鼠出了意外，牺牲了太多的人手，而且当年的那次行动，其实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黑鼠真正的头目那个最要命的危险分子还活着。如果没有证据，也没办法寻求帮助。毕竟自从战争发生后，我们的情况也很复杂。勉强用吧，只找到了这个，不是特地走近看，应该不会被发现。应该没问题。别说傻话，你没有必要面临这种危险，而且只有我拿着它出现，黑鼠才会。看来你已经发现了，是什么时候？我原以为，如果我不主动露出天平的身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知晓，哪怕天平真的就此消失。可遇到你以后，我却常常感觉出乎意料。没想到，还能有人这样懂我，看穿我。是，我就是天平。半年前计划出现意外后，我就让天平消失，用了曾经的表面身份情报商，暗中调查。这样行动起来比较方便，也能让我专心搜集各方信息。你知道，我是如此不善言辞的人，可不知为何，与你相识以来，我发觉自己的心中有很多很多话，想告诉你。但时间紧迫，我来不及对你说，只能写在信里。大概会是一个不下雨的天气吧。等到风雨停歇，就是我们快要见面的时刻。如果以后事情平息，如果我还能，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们抛开所有的外在身份，进一步的相处吗？我答应你。下次，或许。
左然给你的信。没错。送信的。终于来了。你最近比我还忙，先休息一下吧，一会儿我们去吃饭。没有，只是习惯了，就忘了摘。你想看的话，等会儿我去旁边摘掉，稍微整理一下头发再让你看，不然可能会有点乱。只是在你面前，会在意。这个吗？啊，不是，当时我也不知道选什么好，就买了离手边最近的一款。我一直都不太擅长挑选这类物品。如果可以的话，下次买胸针，我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去挑选吗？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所以经常带着。而且除了挡雨，它也有其他用处。比如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用来抵抗，甚至出其不意，达到反制的效果。
还好，不算太经常。说起来，你倒是和我相反，经常忘记带伞。比如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不要太苦恼，反正我随时都带着伞。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我的意思是，我这里有很多这样的雨伞，如果哪天你忘了带，可以随时拿去用。你还记得1年前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吗？那么，我想郑重地再次问你，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们抛开所有的外在身份，进一步的相处吗？不，应该更进一步。你愿意给我一个陪在你身边，以男友的身份，为你撑伞的机会吗？还是有些突然吗？没关系，等到你想清楚了，再告诉我答案就好。我愿意一直等下去。